Hello， 大家好，我叫阿苏卡，中文名字是李月轩。那我目前是在台湾这边担任独立媒体宜人的编辑总监。那我的媒体主要就是在专门报道移工，还有新住民，就是一些东南亚族裔在台湾的生活。对，所以我自己是在2018年的时候很荣幸，就是受到邀请，在那个旅程中，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啊，就是很开心可以去加拿大那边分享我在台湾当那个媒体工作者的经验。礼拜六、礼拜日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基本上人都是在海边，很多的辣妹朋友们一起下水玩。这个是台湾便利商店 7-Eleven 的泰式打抛猪肉饭，就是我很常在那种什么半夜4点半的时候吃晚餐，工作到早上天亮才睡觉，便利商店就变成我的好朋友。台湾因为治安很好，所以让我可以在半夜4点半的时候可以去便利商店找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很安全的出门，再很平安的回家。阿苏卡，她是一部日本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里面的女主角。这个动画是在1997年的时候出现的，那一年刚好是我14岁。然后这个动画里面的男女主角们也都是14岁。这个动画最后的演变是说，其实最后都是大人的阴谋。当最后这些中学生们发现自己只是大人计划中的一个棋子之后，让那个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我觉得看这部动画对我的冲击就是说，我觉得它有让我提早长大。台湾有个独木舟教练叫做林元志，他发起的一个运动叫做水域解严。1949年之后，因为那个国民党他们搬迁来到台湾，那个时候在海岸线上面都有驻军跟碉堡，民众是不能够随便去靠近海边的，怕你跟那个对面的匪谍啊或者水鬼有接触，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是不让民众去接近海边，这个限制一直到了1987年政治上面的解严结束之后，台湾海边的那些驻军才慢慢被裁撤，政治上面的解严已经结束了，人心里面的对于水域的戒严还是存在，等于说那个限制它不是有形，它是一直存在于人心里面，变成说现在比较在执掌一些湖泊啊，或者是海边啊，或者是河流的一些主管单位，民众不能让他去靠近水，溺死我的官位就不保了，所以就是最好就是要禁止去民众下水。我们是海洋国家，台湾有1100公里的海岸线，200多个湖泊、内陆、河川、水库。台湾人不应该是这样子怕水，我们必须学着去与水共存，就是政府必须要让水域上面可以去从事正当休闲活动的权利去还给我们国民。我们就是公然挑战公权力，警察在岸上，然后开文罚单。这个行为就是一直去冲撞每一个单位的思考方式，包括政府单位，包括警察、执法人员，以及包括民众，以及包括整个社会风气。你每次出去划船，坚持下去是有意义的。移工新住民他们生活过得更好，跟这个水域解严一样，都是短时间之内很辛苦，但是长期投下去，你可以看到它在那个社会里面会造成一个正面的影响。现在好不容易就是大家慢慢的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原住民跟新住民，你不能用一些刻板印象去取消他们。觉得那个大家的年轻人他们的思考还没有上升到这个层次。台湾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你看那个网红团体他们做这种不太恰当的行为，但是很快就有其他人告诉他你们这样是错的。那我相信他们听到这个理由也会虚心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台湾蛮难能可贵的地方。台湾年轻世代有一个最珍贵的点，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是比较鸡婆的，愿意去关心跟他比较没有切身关系的一些比较陌生的弱势的族群，来自东南亚的朋友，他们跟我们台湾人是非亲非故的，血缘上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平常其实在这些移工来台湾之前，我们跟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连结。甚至很多东南亚国家跟台湾也不是邦交国，有非常多的年轻世代，就是所谓现在的大学生们或是研究生们，他们很常跑来我这边去问我有没有可以在宜研这边当实习记者的机会，因为我们想要更关心
外籍移工跟新住民。有一些人他是本身住在桃园，那因为桃园是一个有外籍移工很多的城市，他说他从小长大，那个其实他在桃园火车站附近都会遇到这一些东南亚的朋友，不想跟这些东南亚的移工或新住民当陌生人，他想要去更认识他们。有的他们小时候就是被那一种东南亚的看护带着长大，当年照顾他们长大的这个移工看护可能已经不在了，可是这个记忆就留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没有什么国家像台湾年轻人这样子，愿意去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关心移工跟新住民。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的年轻世代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那个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可能本身那个动机没有那么深啦，可能有些人他们是因为生活周围就看到很多移工，那其实当然就是他们在进来体验之后，我其实都会让他们去接触更深入的题材，譬如说法律层面，譬如说实际的那一种个案，我就带这些同学去庇护所里面看，哇，那个移工真的蛮可怜，有的都是少一只眼睛，有的都是手指头断2根，那个都是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因为一些职场环境很不太好，然后就让他们身体受到一些永久性的伤害。从他们动机开始到进入我们这边，我当然就是会带他们去看一些社会上面这些东南亚的移工或新住民他们更深入的一些样貌。台北的140是1/10协会，那他们在做的就是帮外籍移工开中文课，因为那个移工朋友他们在台湾，其实他们只要会中文，他们就变成说可以跟台湾这边的高阶主管沟通，那这样子他的地位会3级跳，可能就变成移工里面的小主管之类的。这方面的对移工的这种帮助，我真心觉得是很棒的地方。每一位也是至少要待满3年才能离开，那3年其实我觉得也不算短，所以3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他多多少少还是必须要想办法去让自己适应台湾的社会运作方式。看护工嘛，他想要让他照顾的那个照顾对象可以更听懂他在讲什么，就是他想要让他照顾的阿公或阿嬷沟通的更顺畅，又或者是说他想要更认识更多一般的台湾朋友，他就觉得如果我可以学会中文，那可以认识一些本地的朋友，大家可以约出去玩，创造一些回忆。这样，东港每3年会有个迎王祭，就是会烧王船，你就会看到有时候那个祭典扛轿子，那个都是各国的外籍移工在里面帮忙。当然，可能一开始动机是老板叫他们来做这个，现场看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是乐在其中，这是一个台湾很传统的文化祭典，然后我们可以参与其中，变成中间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他们也是与有荣焉。大概有10%的那种外籍移工，他明明就知道他是过客，他明明也知道他不会一辈子待在这里，但是他还是很愿意去做一些事情，让台湾变得更好。有一个移工的净滩团体，他们那个净滩团体的领导者是一个叫玛雅的女性的工厂移工。那这个玛雅她很特别，她很喜欢爬山，她放假最大的娱乐就是到处去爬那个台湾的山，而且她爬山很厉害，她爬都是那个100岳等级的高山。然后这个玛雅因为她在爬山的时候，她发觉说台湾的山很漂亮，可是垃圾很多，所以这个玛雅她后来就组了一个印尼移工的净滩团。玛雅跟她那一大群移工，还有一些就是支持他们理念的一些台湾民众，一群人就50-60个人在新北市瑞芳的一个海边去捡垃圾，就很佩服这些外籍移工朋友，因为他们可能1个礼拜才放假1天，他们不是去放松心情，他们不是去跟朋友聚会，他们是花时间来帮台湾捡垃圾。他们明明知道就是自己不会在这个国家待一辈子，你就是一个过客心态，这个才是正常的人性，但是他们愿意就是超过这个人性，他们愿意去把自己非常宝贵的放假时间去来帮台湾做净滩捡垃圾的行为，那个就让我非常感动。就有一次我跟一个越南的移工在聊了，我就问他说：“姐姐啊，请问你为什么那么喜欢101大楼？”他就说，因为他常常在台北市的很多不同地方工作，可是不管在台北的哪一个角落，他只要抬头一看，他永远都可以看到101大楼就矗立在那边，因为101很高嘛，他只要一抬头看，不管在台北市的哪一个地方，他都很容易可以看到这个101大楼，因为这个大楼很高，然后又很坚固，都不会倒。
然后他看到这个就觉得很安心，他就觉得说哇，因为看到这个大楼就觉得好安心，我又有动力继续工作下去了。嗨，大家好，我叫李月轩，然后笔名是阿苏卡 ，I am different, just like you。